庄子曾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大美的境界是无法被语言所诠释的，犹如品味茶道时的心灵领悟，难以言表。当我们凭借着个人的品味、道德观念辨识到的丑陋与美丽，庄子将之称之为小美，而大美则涵盖了所有的小美，那是无可比拟的至美之境。这种美因语言的拘束而无法被言说。茶作为中国人生活中自古以来不可或缺的元素，可以被视为连接小美与大美的纽带。今天我们来到缘起国艺，来采访胡静怡老师，探索中国茶文化之中的无言之大美。其实中国人，我觉得好像关于任何艺术形式都没有特别的那种严谨或者刻板的一些概念或者要求，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自然。我们知道中国的无论是艺术还是美，它都植根于中国的老庄思想，对不对？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一种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的一个频率的一个相随相合。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约束人性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具体的操作里面，反倒是要经由这种形式更好的去抒发人的天性。所以茶道本身，我们说它可能就是融于生活，或者是来源于生活的。应该是有这个阶段性的，就是从大家第一开始接触茶，到后面你喝几年之后，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还不太一样。但是整体我们如果特别严格的，或者说想有一个框架或者一个层次来界定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可以，首先人们都是从这个色香味入手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喝茶，春天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绿绿的绿茶芽，哎呀，你就是很想去吃一口喝一口，你觉得那个特别代表春天的气息，这个可能就是视觉上给我们的一些享受。然后其实你可能对茶了解的没有那么多，但其实是每一类茶它的香气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喝的这个茶呢，它更多的是花香果味，当然还有一些木质香的茶，还有带草香的，带豆子香的，带红薯香的。那么这些香气本身也会吸引人，就是大家可能起初喝茶就，我更想知道这个茶里面它到底这是什么香呢？它有什么味？但是再喝一个阶段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超越这个香味，然后去捕捉更多的东西，比如说茶汤的质感，它到底是丝滑的、细腻的，还是略有点粗？或者这个茶汤它喝起来是稠厚的，还是略有单薄的？就是这个可能就调动到我们的感官，就会调动的更多一些。然后再往后，确实是我们喝茶的时候已经超脱茶这个事情本身了。我们说之前我们老是说，怎么看茶是茶，然后看茶不是茶，看茶又是茶，它要经历这样的就是阶段。当然我是觉得喝茶的终极目的肯定不止茶本身，但是它是一定要经过茶这个本身的。中国的茶文化之美不拘泥于固定形式，是只有符合特定规范的才被认为是正确的美，而不符合特定规范的则被视为不正当的丑陋。这一种因着固定标准而确定的美，都属于言之美，应当被归入小美的范畴。而茶人在喝茶的最后一层境界中，对茶本身的超脱，其实就来源于对大美的真实感受。在摒弃一切规则形式，将茶融入个体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时，茶人此时能够真切体验到那无法言说的卓绝之美。这个色香声味触法这样各个这个层面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仅仅的听别人言说，可能并不能实现就是你真正的对茶的完全的享受，所以最终还是要自己去体验的。
其实就像生活一样，就是说喝茶也是这样，别人跟你说，哎，有花香，可能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茶里面的花香是指什么，但是你喝着喝着，哎，你就慢慢知道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花香。所以茶一定是去体验的。当然，我们说从我们教茶道本身而言，还是要尽量用贴切的语言去向大家传达这个茶它的香有多吸引人，它的味大概其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样才会吸引人来接近这个，然后去喝茶。所以语言可能是必经的一个途径，但它呢不是全部。当然，这个茶你说最终要喝到一个什么体验，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形容。其实就像老子和庄子他形容道，其实他说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它也是不可言说的，它只能是去侧面去形容它，比如说它是渊兮、湛兮、忽恍兮，它只能是去形容，哎，大概其是什么样子，它用的都是形容词，但没有一个准确的用名词去解释这个道是什么。其实喝茶，我们说所谓的茶道，其实也是在这个不可言说的这个层面里面，其实它包含了客观的物质，其实也包含了更多的主观的感受和想象。我觉得首先是要专注，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不是特别专注的话，其实你很难体会到它里面全部的信息，可能你只是很表层的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只有你专注的全心投入了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去体会它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比如说喝茶的时候，如果不专注，我们边聊天边喝，其实你大概其也就是知道你喝了个绿茶、红茶，但是具体问你这个茶它是什么香，里面呈现什么味，然后它的汤水细不细腻，你可能就没有感觉，你就被忽略了。所以喝茶这个事情一定是要先专注的、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在这个事情上。还有一个，我觉得喝茶这个事情要去掉一些就是这种分别心，就是说你一定要对这个好喝不好喝，或者我们所谓的美和丑、雅和不雅这些事情，不要有过多的个人的主观的判断和分析，然后就是放下这些，然后去体会。就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呢会特别喜欢绿茶，他可能不喜欢其他的茶类，所以当他坐在这儿，别人给他拿了个绿茶，他就会很开心，他就这个开心其实是会影响这个茶客观的成味的。你可能很喜欢它，你就觉得再不好喝我也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心里很排斥，你觉得我就觉得红茶不好喝，那你给你一个多好的红茶，你都没有办法享受它全部的美。所以这个第二个就是要没有分别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去掉这种就是人我的这种对立，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全方位的去感受。就比如说大家一堆人坐在一起，然后有时候这个环境或者是氛围对我们喝茶也会有影响。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就是品赏这个茶，但是有时候会对我们品赏这个茶呢会有一些干扰。就比如说当我们坐在一起，有些人说一些就是特别有助于喝茶氛围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好呀，这个大家坐在一起有这个氛围感很好，然后我喝茶的感受很好。然后但是你如果这个时候带着一种特别区隔的心，那有的人如果在这儿说了一句特别影响你这个就不符合这个场景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升起一些这种分别心或者是嗔恨心，然后就是这些心其实都会影响你对这个茶的全然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整个状态就是用一句特别那个特别佛家或者说一种这个禅修的话来说，其实以一种特别无我的状态喝茶，其实是一种最好的一种状态，我觉得。经过生活的历练，通过亲手烹泡、品味香醇，茶人以一种无言的方式领略那些无法言说之美，生命体验成为领略大美的唯一途径。正如胡老师所言，唯有放下一切先入之见和分辨智慧，达到无我的境界，方能深刻体悟大美不可言说的真谛。
通过这样的生命体验，茶人们完成了从小美到大美的超越，也塑造了中国茶文化独特的内涵。